Hello， 大家好，我是 Z， 欢迎来到 Z Channel。在今天的影片，我们同样有一些小活动要你参与。考一考你，我们所有的感官当中，哪一个感官是老大呢？没错，视觉就是我们所有感官中的老大。每当我们脑在处理我们感官所吸收到的资讯时，其中的58%资讯就是来自我们的视觉。没错，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谈论的 Brain Through 第9章。首先，我们先来谈谈到底我们是如何看到我们周围的世界。首先，我们的视觉系统会把所有的资讯分散化。在我们的视觉系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单位，有些负责的是颜色，有些负责的是形状，有些负责的则是动态。因此，当光进入我们的脑之后，这一些不同的单位就会去分析以及处理，还有编码所有这些资讯，然后再传达到我们相对的脑区域，也就是视觉皮层。而当你以为视觉皮层可能就在我们的前方时，其实它是在我们脑后方5毫米深入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其实并非我们眼睛看到，而是我们的脑看到的。脑看到的跟我们现实世界所存在的东西是否有差距呢？答案是有。接下来我们就会做一个小活动。首先，你可以看到在你的左边有一个叉，而在右边有一个黑点。接着，我要你把你的左眼用你的手盖上，然后用你的右眼专注在左边的叉上面。接着，慢慢的把你的头朝荧幕前进移动。在移动的过程当中，你是否发现有一些异样呢？没错，就是黑点不见了。如果你没有发现黑点不见，你可以尝试继续的专注在叉上面，然后把你的头往前或者往后稍微再移动多一点，那么你可能会察觉到那个黑点不见了。这就是所谓的盲点 blind spot。在我们的眼球里面，其实有一块区域叫做 optic disc。这个 optic disc 它的功效就是把所有吸收到的资讯集合起来，然后再传达到我们的脑海中。所以这个区域它是没有感光的细胞，因此它并不能发现任何外界的光线。然而，我们的眼球，当我们看着的时候，却没有这2点黑点，那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脑海自行脑补了这2块黑点应该有的东西。因此，在刚才的小活动当中，当你移动到一些特定位置时，刚好那个黑点就落在你这个所谓的盲点上的时候，因为你的脑看不到这个盲点，所以它自行参考周围的讯息，然后补上了这一块空白的区域，所以就让这个黑点消失了。我们也可以再来试试接下来这个，同样的把你的左眼盖上，然后用你的右眼观察，专注在叉上面，然后开始慢慢的往前移动。在你往前移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同样的黑点消失了，但是线条依然存在。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大脑自行脑补，把这个盲点区域的东西自行填补上，所以你只会看到线条而没有那个黑点。这再次说明了我们所有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经过很多步骤分散再结合之后，由我们的脑里面的视觉系统自行分出，再由我们的视觉皮层去决定我们看到了些什么。接下来我还有另外一个活动要你一起做。现在你可以看看你周围的环境，然后找一个专注点，就比如现在在我墙壁上面这个黑点。那我要你把你的双手呈现一个三角形，然后我要你慢慢的把这个三角形越来越小，然后只留下这个黑点。好的，现在我要你闭上你的左眼，然后再闭上你的右眼。你可以看到，其实左眼跟右眼所看到的画面是不同的，也就是一个是有黑点存在，而另外一个是没有的。这个活动显示了，其实我们的左眼球还有我们的右眼球所看到的画面，其实
并不是完全100%相同的。然而，在它传达到我们的视觉皮质时，它已经结合成一个画面了。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说，2颗眼球是为了让我们的视线更宽广。其实它有一个更重要的功效，就是通过这些细微的差别，我们的脑袋可以分析出这个立体的世界。因为其实当光进入我们眼球之后，所呈现的是一个2维的画面。当我们把左眼跟右眼的画面结合时，它所传达到由脑分析之后出来的结果，可以变成3维立体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辆车移动的速度，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一颗球是否朝我们的方向飞过来。我们的脑对图像还有文字的处理也是相对不同的。对于我们的脑来说，其实所有的文字都不是文字，而是不同种类小小的图像所组织而成的。因此，对于我们的脑来说，图像是更加容易编码过文字的。就如之前影片所说过的，当我让你想象一颗苹果的时候，你会想象到苹果的图形，而非苹果这2个字。而这个就是所谓的图形优势效应 （Pictorial Superiority Effect）。而且在我们记忆当中，我们所有记忆的方式也是以图形的方式来记起。所以，即使在我们阅读文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以一个图形的方式去把文字记录起来，而非文字本身。就例如接下来你可以看到的这段文章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所使用的文字，它的拼音是完全错误的，只有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保持了原来的位置，而里面其他的字母是互相兑换位置的。然而，我们的脑袋却可以流畅地阅读出这篇文章里面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视觉神奇的地方，它有它自己一套的运用系统。有趣的是，这套视觉系统它并不会受到我们意识层面的影响，而是独立存在的。就比如说盲点这样东西，即使你知道，你意识上面知道它的存在，但是你依然无法去改变它，让你自己看到那2颗盲点。我觉得视觉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在网络上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跟视觉错觉有关系的文章，例如几年前很火的这张图片，有些人看到的是金白的裙子，而有些人看到的是黑蓝的裙子，又或者是这个 Checker Shadow Illusion。其实 A 的格子还有 B 的格子，它们所使用的颜色是同样的颜色，然而我们的视觉却告诉我们，它们其实是不一样的。因此，我在想，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是100%和现实世界一样，但是因为我们视觉系统的独立性，导致其实我们看到的世界，就算不是100%准确，那么它其实对我们日常生活的运用也没有什么影响，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观察以及分析我们所吸收到的数据。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一期呢，我们会继续为你分享更多关于这个大脑12原则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阅、按赞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下期见。